大家好，欢迎来到快乐手工。我记得上半年和去年我做了挺多购物袋的哈。昨天去超市翻了半天也没找出一个，后来我想起来了，有朋友问我要走了。那前两天我妈到我这儿来呢，也拿走了几个，所以呢，我又要开始做购物袋了。那购物袋呢，我记得之前做过双肩背的，还有拎拎的哈。我这人做东西呢，不太喜欢做同样的，我喜欢做新鲜的东西。所以今天我分享的这个购物袋呢是斜肩背的，同样的这个购物袋呢也是可以折叠的。今天的购物袋制作起来呢非常的简单，这个是购物袋的主体材料，现在大家看到的是对折过的。那它的尺寸呢是长度76厘米，宽度呢46厘米。它呢是购物袋侧边和包带的材料，它们是一体的。我呢画了一个图纸，大家现在看到的呢是1/2图纸，这儿呢是一条对折线哈。它呢这个位置就是购物袋的侧边，那这个位置呢就是包带部分。一会儿呢我会把图纸放在评论区。这个材料呢我们是需要2份的。咱们呢还需要一块长35厘米、高30厘米的材料，这个呢是用来制作收纳购物袋用的小口袋，还有一点包边带。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开始动手制作了。首先呢，我们来制作的是收纳的小口袋哈。今天咱们这个小口袋呢是一个抽绳口袋，我们呢把材料对折，然后在离这条边5厘米的地方剪一个1厘米的口子。那口子剪好以后呢，我们折叠2次。然后车一段5厘米的线，那这边呢也是一样的哈，我们也是折叠2次，车一条。这2个线段呢车好了，现在呢我们在这条边上折叠2次。首先呢折叠一个1厘米，然后呢折叠到刚才我们剪的这个刀口的位置。那折叠好以后呢，我们这样子车一条线。这条线车好以后呢，咱们装抽绳的轨道呢就做好了。接下来呢，我们把材料对折，在底部呢用来去缝的方法把它给车上。底部的这条边车好以后呢，我们把它固定在主体材料上。那固定的位置呢是这条46厘米的边，也就是带口的位置，离带口5厘米。我们这样子车一条线。大家在镜头里面看到这块面料挺好看的哈，事实上这个面料没有那么鲜艳，这是一块苎麻面料。我一说苎麻面料，可能懂行的朋友就觉得这块面料挺贵的哈。这个苎麻面料和咱们做衣服的苎麻面料呢，它是一种原料，但不是一种工艺。这个苎麻面料呢，主要就是用来做家纺的。面料买来以后呢，我是用来做门帘的哈，这个遮光性挺好的，还剩余了这一些。那做购物袋，咱们选择面料的时候呢，最好轻薄一点的，然后呢洗涤的时候呢能够快干的，那这块面料呢就很合适。这条线车好以后呢，咱们这小口袋就固定在主体材料上了。接下来呢，我们把主体材料和这份材料组合起来。这份材料呢是2份，我们呢把它叠齐，然后这条边的中心点和主体材料的这个中心线对齐，然后车条线。主体材料的中心线就是咱们这购物袋的底部中心线哈，这边呢和这条的中心线对齐，也是同样车一条。2端呢固定好了，接下来呢我们把主体材料折起来，那和它对齐，车一条线。那我们这条边哈和这儿对齐，车一条线。那我车的时候，这个侧边的2个材料都是叠在一起车的。然后这边呢也是一样的做法。主体材料折上来的时候呢，我们在这儿先剪一刀，然后和侧边这样对齐，开始车。咱们现在这购物袋大致就完成的差不多了哈。接下来呢，就是用包边带把毛边给包上。那这儿说的毛边是指所有的毛边哈，包括这个包口，还有背带，这不是2层还分开的吗？那我们把背带的2边呢，全部都用包边带把它给包上。现在毛边包好以后呢，那整个购物袋呢就制作完成了。我呢在包口装了一个雌雄胖哈。
像这种薄料封口的话呢，我觉得是用帕子最好用的了，因为如果是用锁眼的话，或者是用那种磁扣，这个面料太薄了，它容易撕裂哈。今天这个包呢，这个包带和侧边的长度呢是根据我的身高来的。那这样子，我现在手臂呢是能够整个找得到口袋里的任何一个角落的东西都能够摸得到的哈。你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定这个包带的长度。那咱们在做购物袋的时候，为了它更好的承重，我这儿呢最好用的是直料哈，因为直料呢它没有像鞋料那么有延展性。这期视频内容就是这些了，感谢您花宝贵的时间来看我的视频，记得要帮我点赞啊！咱们下期再见。